叫什么呀，小朋友？张文克。你家大人呢？上班去了。哎，上。你干嘛？后阳贼来了！后阳贼来了！后阳贼来了！站住！让我呀！老贼！我呀！报告，坐火炮船！死他！快动！说给你掰舌的！后阳贼会所，扣子！哎，扣上！来，哎，哦，好嘞，你忙去吧，吃着吃着喝着。忙去吧，秋生媳妇儿，我们自己来。哦，阿妈。说吧，你俩叫啥？我也饿了。粮食吃不吃啊？喝了几次啊？就2、3次嘛。老实说，眼弄哪了？就杀了卖了嘛。哎，这江河呀，来我们这也有几年了，工作呀一直是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。这不啊，最近老乡报案说老丢羊了，我就说带几个人还来动手，哎，也挺辛苦的。哎，得去前面我房子。所长，哎，秋实，这我江河了，江河里面呢？在里面呢。里面在呢。进，江河，江河，啊！哎，江河，杨叔，上面有人找。谁啊？市局刑侦队罗英伟。你好。你好，啥事儿？到库鲁县查一个案子。哦，梁所，你们这是什么情况？偷羊的谁？我们早上抓的，在问话呢。就在这儿审啊？没有录音录像，不符合流程吧？你们这是咋回事吧？不会是到这儿审吧？没，梁所，我们抓贼抓饿了，进来喝口热茶，我们这就要押他们回所里呢。行，把他们押回去。哎，走。哎，罗警官找你有点事。那么咋回去嘛？罗警官有车的，你放心。罗警官，你们先聊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梁所，谢谢。坐嘛。关于库鲁县226锅炉焚尸案，我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。啥情况？当年认定的案犯丁宝元，谢谢。在判决生效后第2年开始申诉，已经申诉了7年，他申诉到了最高检。最高检委托省检察院复查此案。复查？没有必要，人就是他杀的。我看过了这个案件的全部卷宗，这个案子确实存在合理怀疑。审庭的魏庭长要求我们市局复查此案，审庭的意思是赶在省检察院的同志到来以前，我们把这个案子重新查一遍，把当年的证据重新核查，梳理证据链条，消除合理怀疑。如果最后证明这个案子不是丁宝元做的，也纠正在我们自己手里。
我师傅办的这个案子，厅里就这么不信任吗？这跟信不信任没关系，跟证据有关。陈江河同志，希望你配合我的工作。我说不配合了吗？可笑球子！行了，领导打电话呀，我这有信号，赶紧给领导汇报。谢谢。喂，刘局，我是罗英伟。对，我到了。他跟我在一起。陈江河的脾气，您比我更了解吧？好，我知道了。热气都跑光了。领导让你接电话。在。这事我不知道啊，没有人跟我说啊。哎，你是领导。行吧。哦，对不起啊。没事儿。说嘛。关于226锅炉焚尸案，麻烦你把案情始末跟我详细介绍一遍。完整案卷你不是看过了吗？需要你佐证。案发2月26日，尸体从炉子里调出来是早上的5点1刻到5点25之间。报案时间是5点35分，6点13分，我师傅就带着人到达了第2工作站。当天沙尘暴。哎，老婆子，我开车的。哎呀！你扶。啊！哎，胡说呢！我努力。老婆子，我知道了。你费心了啊！你辛苦，我出现场啊。你烟犯了。
从来没见过这种事情，吓死人了。这车啥时候到的？一直在这儿吧？5点半，那送煤的车。怎么来上班的？我们每天骑自行车，骑着自行车来。那昨天晚上你在干嘛？出了命案，谁放他们进来的？对呀，这个我让他们进来的，这是来送煤的。这厂里有规定，这煤到了必须得卸车。谁先发现的尸体？啊，这2个值夜班的工人，那个是刘师傅，这个娃叫王良。那几个是干嘛的？那2个穿工服的是来接白班的工人，另外那2个是拉煤的司机。说说你们站里的情况。我们这个供热站呢，算上我，一共是7个人，6个工人3班倒，都是我带班。那昨天晚上呢，就赶上这个刘师傅跟他徒弟，他们2个值夜班，站里呢就我们3个人。到了早晨出炉渣的时候，突然就掉出个尸体出来。外人能进来吗？外人进不来。这个大门啊，我是从里边锁的，钥匙呢只有1把，一直在我这儿。平时晚上10点，只要夜班工人接了班，我就把门锁上。不过昨天晚上我锁门晚了点，大概11点锁。为什么呀？一个锅炉房用得上这么严吗？主要是怕丢煤，这周围好多人啊舍不得装暖气，就靠着弄点煤回去烧炉子取暖。这严重的时候拉来一车煤，能丢大半车，丢了煤这些损失都得我们自己赔。外人不让进来，里面的人能出去吗？不能。不让出，这以前发生过夜班工人溜出去喝酒，炉子都灭了，而且偷煤这事儿也发生过站家人干。你咋能保证钥匙只有1把呢？新锁买回来只留1把交给站长，其余的就当众销毁了。我们周围几个站长交流过经验，都这么干。高队，有一些脚印，没有发现拖拽的痕迹，现场被破坏的太严重了。看看这个墙，有没有攀爬的痕迹？好，我看看。葛队，尸体烧毁的太严重了，初步判断是个女的。哥说，咋样？好点了吗？好些了。你带他进屋问吧。好。谢谢。这娃你认识？也是你们落车的。这院墙里面啊，就是个小社会。供热站的工作，别人可能瞧不上。搁在这个小县城里啊，也算是个好工作了，铁饭碗。截止到现在，我们没有接到报案，所以死者的身份信息无法确认。根据法医初步鉴定的结果，死者为女性，年龄在30岁左右，身高大概在1.6米左右，大概是50公斤，但是死亡的具体原因无法确认。小王，你介绍一下。因为死者的表皮和一部分躯干已经被烧毁，所以看不出有表皮伤。死者肺部有微量的烟尘，可以解释为死者被塞进锅炉的时候还可能有轻微的呼吸，也可以解释为在长时间燃烧的过程中自然形成。第2供热站是个完全密闭的环境，一般规定到了晚上10点钟以后就禁止人外出，钥匙掌握在站长丁宝元手里。供热站周围是高大的围墙，经过现场勘查，没有发现攀爬的痕迹。
昨天晚上，就是他们3个人在值班。丁宝元44岁，以前在电力局工作，1年以前因为工伤，调到了供热站任站长。在长达7个月的供热时间里边，站长只能吃住在供热站，并且带班。哎呀，这规定是站长要24小时在站里值班。可是呢，这厂里也知道，站长也都有家，也有事儿。来，喝水，喝水。所以呢，这个只要晚上值班在站里，白天的时候站长也可以出去。我是昨天晚上9点多出去了一趟，大概11点回来的。回来以后我就锁好了门，然后在锅炉房上转了一圈，我就回来睡了，一直到天亮，王亮来叫我。他叫你2趟你才起来啊？告诉你出事了，为啥不马上起来？王良这娃叫的吧也没说清楚，我没想到能出那么大事儿，以为他闹着玩呢。出了命案，为啥还让玉梅的车进来？这我起床的时候车已经到了，在那使劲拍门。我们厂里有规定，说这煤到了必须得卸。喂，公安局吗？我要报案呀！我这是第2供热站。对，喂，第2供热站。煤车来了。哎，刘三成和王良是师徒关系。刘三成54岁，王良20岁。昨天晚上就是他们俩在值夜班，尸体就在他们当班的时候被别人塞进了锅炉。这个和平常也没啥不一样。这我和王良接了班，给炉子加满煤，就坐这儿下棋，一夜没啥动静。可谁知道到这个出炉渣的时候，咋就那啥？没见有啥人进出过吗？没有，我们晚上锁大门呢，钥匙在站长身上。差不多是11点多的时候，他从外面回来，跟我们闲聊了几句，就上2楼睡觉去了。他的宿舍在锅炉房2楼。他昨天夜里出去过吗？没有。这个我们俩一会儿忙炉子，一会儿这下棋，也没注意外面。哦对，他是大概晚上9点钟穿过这个院子出去了一趟。不过人家是站长，有啥事也不会跟我们说。院子灯泡子好着呢啊，晚上亮着呢吧？哦，挺亮的。晚上没太阳，门关不关？我关了。你坐哪边？这晚上有动静，听不见啊？我们光顾着下棋了。这个再说那个炉子烧起来声音也大，就算有啥动静也听不见。我做主了。下了几盘？3盘。你赢了吗？输了？赢了。你赢了几盘？赢了3盘。输了3盘你师傅吧？不行。锅炉的进煤口太小了，尸体只能从后扎箱塞进锅炉。我们做过实验，要想打开后扎箱，把一具100斤左右的尸体塞进去，在锅炉里转一圈，是需要一定的技巧。内部人作案的可能性非常大。锅炉房里已经分辨出6组脚印，目前能提取出的是5组脚印，分别属于当晚值班的3个人和第2天早上送煤的2个人。据他们一致说，发现尸体后，王良叫起了丁宝元，丁宝元跑进来查看过。这时候运煤车来了，运煤工人听说掉下具尸体来，
也跑进来看热闹。现场勘验证明了他们说的这个过程。那第6组脚印就没法分辨了。第6组脚印被第5组脚印已经践踏，又被煤灰覆盖的差不多了。江河，你有啥看法呀？两点值得注意。第一点是死者是否完全没有生命迹象被塞进炉子，还是仍然存在着生命迹象。第二点要确定第6组脚印的性别。老哥，看来当晚的这3个人嫌疑最大，就从他们开始查吧。我看案卷记录，你们从一开始就把嫌疑锁定在丁宝元身上，是为什么？他们3个人，刘三成、王良互为证明，丁宝元没有啊。那刘三成和王良也可能联手作案呀？咋可能呢？他俩联手，那尸体掉出来，马上塞到炉子里去了，烧成灰了都，还去叫丁宝元醒来。还有呢？还有，那唯一的一把钥匙在丁宝元身上。丁宝元被叫了2次才醒来。更重要的是，把送煤车给放进来了，工人卸煤还跑到锅炉房里面看尸体，这现场完全被破坏了。你说的这些只能称得上是怀疑，不能作为证据。你看过那个案卷了？上面咋写的吗？丁宝元一大早把运煤车放进来，好几个工人卸煤，把现场证据全破坏了。都写成这样了，还算怀疑吗？我说的是实物证据，不是靠事实做出的推测。哎，沙尘暴要来了，赶快把羊赶回来！快点跑！快跑！快走，老婆子！哎，干嘛去？哦，车。哎，车车。哦。车。去这，去这，去干嘛？去这。哦。哎。转。请你再跟我说一下死者身份信息的确认过程。库鲁县不大，流动人口不少。被害人3天了，也没法确认他的身份信息，第4天才有了进展。去！何队，啊，师傅，我这腿都快跑折了。咋样？死者的身份查清了？没有啊，我这一大早跑了10个街道居委会，都没有报案的。你应该是独居。你咋想？咱们常住人口2.2万人，一个家庭要是2、3天没发现少一个人，很奇怪，所以我判断是独居。葛队长，这位阿姨来报案，说她寡居的儿媳妇失踪了，叫陈冲。后来的 DNA 证明死者就是陈春。我们正准备对他的行踪和社会关系进行调查的时候，突然发生了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啊？丁宝元跑了。谁呀？你好，我们是库鲁县公安局的，丁宝元在吧？不在。丁宝元不在，那您跟我们走一趟。去哪儿啊？他一跑，事情就简单了。怀孕，你先坐下，先坐下。你去让他坐下，去扶他一下。你别着急啊，我只是找你训话啊。他昨天收拾东西时候是几点钟啊？到你家？晚上大概11点吧，还是12点呢？说准确点儿。
搜捕持续了1个多月后，丁宝元在他们老家县城里出现了。他在那边一家自动取款机上使用过程春的银行卡。我师傅带着我们火速赶到那里。瘸子，丁宝元。取款机上没有监控吗？我们这个取款机目前还没有加装这个监控。大妹子，你在这儿摆摊儿多长时间了？摆了好几年了。这个人你见过吗？见过。哦。啊。啥时候啊？前天他来我这儿买包子，他的眼睛好凶呢。不胡说呢，咋确定的？通缉令上有他呢，他是个瘸子吧？咋不报警？害怕吧？我们是做小本生意的。以 ATM 机为圆心，我们大致锁定了丁宝元活动范围，很快就找到他的落脚点。回头，给我回头！叫什么？说。丁宝元，知道为什么抓你啊？知道。丁宝元，你涉嫌故意杀人，现在依法刑事拘留你。我坦白，是我干的。是吧？撂了。案件至此就算破了，我们移交检察院。半年后，丁宝元因为故意杀人罪被提起了公诉，判了死缓。在整个的案件审理期间，他没有改口。案子过去8年了，他也从死缓改成了无期，又减成了20年。今天突然说人不是他杀的，刚才跟你说了。他是在判决生效的第2年就开始申诉了。案子审理期间为啥不否认呢？你是在问我吗？我问这件事情。这个案子确实存在许多的合理怀疑。小罗警官，你能不能给我好好讲讲啥叫合理怀疑？没有第一现场。有啊，丁宝元把那个送煤车放进来了，第一现场被破坏了。没有凶器。卸煤铁锨就是凶器啊！铲煤的时候，痕迹被破坏了。丁宝元跟陈春没有交集，那犯罪动机是什么？丁宝元说认错人了，所以才判了死缓。那陈春是怎么进去的呢？那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吗？他晚上出去忘锁门了嘛。好。陈春跟里面的3个人都没有交集。夜里11点，一个寡妇，还是做过暗娼的寡妇，她去供热站干什么？难道真的是去偷煤吗？我们也怀疑她去供热站做皮肉生意去了。小罗，我干这行快20年了，见了不少，听了不少。我发现啊，有时候人的这个行为啊，不能用正常逻辑来判断。我就碰到过这么一桩人，有个老公来报案，说老婆子丢了1个星期，没有回来。我们兴师动众去找了3天，老婆子回来了。我们问他上哪儿去了，他说：“哎，我看到了一个从来没见过的美丽的鸟，我追，一直追到南山的山里面去了。”你能想象他好久没有工作了吗？那跟这个没有关系。哎呀，没有听明白呀。总之，在我看来，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没有犯罪动机、没有物证，仅凭口供定罪的。有物证啊！丁宝元拿着陈春的银行卡取钱了。银行卡在哪？可能销毁了。可能。当然有可能。那还是没有物证。有人证，他出逃的时候告诉老婆子说人是他杀的，他被捕的时候主动承认人是他杀的。他没干这事，为啥要跑呢？为啥要承认呢？口供的证明力是有限的。你想说啥？不，你想说啥？你是不是想说我们刑讯逼供他了？哎，你这表情太讨厌了。现在法治理念讲的是疑罪从无，
丁宝元可能杀人吗？可能，但根据现在的证据，能证明这一切吗？不能。所以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，去就疑罪从无。陈江河同志，你注意你的态度。就是，送我去洛城派出所，带上你儿子。拿上，干啥？计算好了，够1.1倍，你拿上了。哎，客气了，抓到偷羊贼，我们也高兴呢。来了，陈哥。哎，哇，这风扇太大了。太好。哦，好像是大前天吧。耶，坐。先给那个张文克弄点吃的，好，然后再做个笔录。好嘞。来，张文克，谢谢。坐。谢谢。回来了。哎，小何，哎，小何，你来一下。偷羊贼带回来了。好，找你试点。咋？你看一下这个。牛局啊，刚给我打电话说的，这次是下了死命令的，要求你今个必须赶到库鲁。今天啊，你是当年那个案子经办人之一，刘局希望你能回库鲁，配合我们一起自查这个案子。就这事啊，就是事，再没了。好。哎，老同志，你快急。讲话呀，处理完偷羊贼的事，就跟你一块儿。是吧？然后我去趟库鲁，这交给你了啊。好嘞，陈哥。然后回来他说，哎，我买了。买？多少钱？这个我不能要啊！别擦，这个是在心意，你要这我要钱的不是给你的，我给张文科的。给张文科买点本子吃的，没有他这偷羊贼也不好抓呢。但是被找到了。这个实话。行，自己多注意。张文科，张文科，谢谢谢陈叔叔，钱给他的。走了，再见。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哎，梁叔，这是偷羊贼的笔录，你看一眼。讲话了。刚走。去哪儿了？去库鲁了。
危险，你知道吗？你也知道危险，差点撞车。车呢？开！开个车磨磨唧唧的，你就是故意的。哎，开吧，前面都是流沙坑，开吧。 大概12公里处，能看到我的车，赶紧救人！要快，快来！完全行闪不住了！美国人员现在很危险，我们必须破窗把人给救出来！你破呀！ 快去破去！哎，陈家河，咋回事？你干啥了？哎，凤凰，干啥了？救出来了！刘队，刘队，师傅。 师傅，师傅，抬一下，抬一下，慢点。陈小河，上来！哎，罗警官。 刚上去那个是不是陈祥和？啊，他怎么回来了？刘局叫他回来的。哦。哎，要这干的咋样？哎，我就想不通，调你回来还不愿意回来，做真题。哎呀，还是那个样子，怪不得你生不上气呢。 要不是当年因为师傅的事情，你跟老局长撕破了脸，还自己非要去落车，你现在最起码应该是个所长了吧？职位高，责任大，不作为有啥用呢？你少管阴阳怪气了。案子过去7年了，组织上也给师傅评定了工伤了，你还有啥过不去的？啊？我开了3个小时车，来了你给我付这些，付啥呢？你付呀，比他早叫回来，图啥子呢？这什么样的茬子？不想了吗？哎，秦姐，我听刘局说，当年负责锅炉抛尸案的那个葛队，现在不在队里了，他调去哪儿了？你可千万别在陈江河面前提起葛队啊，他能吃了你。这么厉害呀？他就是为他师傅才去了落车的。这个案子，你让外面人查，万一查出个啥事儿，哦，说我们以前办了错案，打谁脸呢？不是打我们脸的吗？所以我想我同意调回来。第一，
第二，这案子错不了丁宝元干的；第三，复查这个案子是啥？第三是啥？佛山，你现在是领导，咱们俩说话保持距离。哦呦，怂样子！哎，时局是这么搞破的，我们自己先认真的自查一下，到时候检察院的同志来了，对吧？也好给个说法。你干丫头啥背景？说话一套一套的，看上去没求啥本事。你有本事的很啊！你看看你这个球样子，你就是个放羊子哎！放羊咋了？放羊的警察咋了？哎呀，爸你还狂呢！我跟你讲，那小丫头不简单，人家是正儿八经公安大学研究生毕业的。打听过了，人家在市局破过几个大案子呢。都是参与的吧？是我也破了不少案子，我也跟着参与了几个。那参与也算人家功劳嘛，对吧？哎，这个复查案，你怎么不参与呢？你以为市局就下来罗英伟一个人吗？还有王处长呢。罗英伟只是负责调查跑腿，人家王处长一来就给我要了个办公室，我天天在那儿审案卷呢。哎，我不得陪人家吗？你给我说，能不能配合罗英伟调查这个案子？能不能办？干不了，干不了！我放羊的警察干啥呢？你开玩笑呢吗？行，那就不办，让外人办，就让师傅留下遗憾。师傅留啥遗憾了？王老师把师傅从医院接回家了，你不知道？为啥接回去？王老师说不想治了。哎，你能不能干？哎，要不你能当领导呢？宝马。什么意思啊，刘局？自查为什么要他来？大家师傅怎么出的事？他要是真回来了，队里的兄弟都不服。江河，王老师，买菜去了？你不打个电话，都不知道你要来。牧区的羊腿肉。上回你给他带那鲜羊奶，喝了气色好。是啊。嗯。哎，那太好了，我这次走得急，下回吧。好。你这次来能待几天呢？你那房我一直没收拾。老葛啊，回来了，看看谁来了。你在我这凑合2天，隔壁那屋一直是空的。不了，领导抽调我回来工作些日子，我也回家拾掇拾掇。来来来，看看谁来喽。行，我去做饭，你陪他聊聊天儿。啊，完了咱们一块儿吃个饭啊。王老师，我来做吧。
我现在做饭手艺可以的，晚上我做清炖羊肉。是吗？那我尝尝。好。哎呀，咋把我师傅从医院接回来了？局里是不想承担医药费了吗？哎，那可不是，你可别这么想。你师傅躺下这几年，局里可照顾他了，是我硬要把他带回来的。你想想，家里多方便呢。再说了，你师傅最怕的，不就给人添麻烦？师傅在医院躺了好多年，这身体机能肯定不如以前了。万一有一个还是在医院里方便，你一个人上了岁数，我俩好着呢，你不用操心。你师傅这把年纪了，这一躺7、8年，我有时候替他想想，我都觉得难过。你说他是闲得住的人吗？所以我干脆回家来，家里更方便。我就这么陪着他。哪天他熬不下去了，也是他的命。你把自己的生活工作安排好，你还有大事要做。闲了你就过来看他一眼，没时间不用老惦着往这儿跑。我给他喂饭去，开饭喽。哎呦，你说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啊？啊，来，给，闻着就高兴哦。今天高兴，多吃点咱哦。各位领导好，我想谈谈葛大姐同志工伤评定的事情。江河，我们现在正在开会研究这个事儿呢，你先出去等消息。谈谈个人的看法感受。葛大姐同志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28年，她这一生是最在乎自己的名声的。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干警也是不遗余力的培养。我敢保证，当天他一定是因为公事才出去的。平江河，你怎么能证明你师傅葛大杰那天不是因私出去的？我记得当天是6月23日，我一进办公室就看见师傅在翻阅旧的案宗，他应该是发现了什么新的情况，才急匆匆的出去的。小刘，那天你师傅出去的时候说过“白酒”2个字，你记得吧？哦，可能说过，也可能我听错了。听到就是听到，到底听到了没有？不可能是白酒，我查了，6月23日不是黄道吉日，也不是什么吉利的节假日啊什么的。那个当地的风俗，如果是白酒喜庆，一定会选择一个大吉大利的日子的，啊，是吧？大家都知道的。陈阳河，哎，那天你跟着你师傅一块儿出去，你师傅干什么去你最清楚，那你说说呗。啊？随便你。要不要告诉孩子？同意。休假了。
可以啊。我跟你讲，局里边给你那个处理意见我看了，别往心里去。领导的意思让你自己选，你听我的，就去镇里的派出所，别非要去那个骆车，干啥去呢？去骆车咋了？都他干啥去呢？放羊去了吗？放羊咋了？不行吗？哎，师傅的这个工伤鉴定没下来呢，上班也没有把话说死，咱们可以争取嘛。再说了，咱师傅当警察一辈子了，多少年，陈局、天局、卫局，哪个不知道师傅是啥人？陈哥，我得跟你说一下，你跟组织上闹啥情绪，闹啥别扭呢？你前两天高高兴兴的说，哦，我省那边去拿了，我一受处分，哎，不行了，我出去呢。你把那个情绪稳定一下，行不行？我情绪稳定的很。师傅的事情你当然要争取呢，我的事情你不要管。你现在是代理支队长，说啥做啥，底下人看着呢。你帮我个忙。说。师傅那辆车快报废了，我想开下去。行了。陈哥，哎。骆车的烤全羊等着我呢。唉，臭脾气啊！下去也好，我摸他的性子。二师兄，肚子饿。对，天到晚就绕饿。你是狮猴，当然不绕饿了。师傅，我来的太准时了，1秒都不差。
这桌子没人坐吧？赵远，哎，过来一下，把这个饲料搁到。行。今天有什么工作安排吗？案子不复查了。这暖气不热呀！供热站这帮怂货咋烧的暖气啊？老马，每年冬天都这么冷吗？这屋子里还要穿大皮袄。去趟供热站吧。我吗？有时间吗？配合你的工作啊。李锐，给老陈弄台电脑。你们是哪个单位的？我们这外人不让进。啊。找王良。啊，王站长，稍等一下。这个厂有多少人呀？当年2300多人，现在就不知道了。陈叔，你咋来了？熬到站长了？嗨，什么站长啊？一共就7、8个人哦。现在多了个副站长老杨，现在比以前轻松多了，我们俩倒着班呢。哎，里面请。孩子有没有啊？没呢。丫头小子？没有。没有孩子还是没结婚呢？都没。都站长了，没认真谈一个呀？没遇上合适的嘛。28了，人家孩子满街跑了，还不抓紧？这不得靠缘分吗？强求不了。具体跟8年前比有什么变化呢？介绍一下啊，这我们市局下来的罗警官。哦，罗警，你好。罗警官你好，也没什么变化，跟之前一样，1年烧大半年的锅炉，剩下小半年啊回厂里干别的。锅炉换了吗？没有，哪有钱给我们换锅炉啊？这季节野麻子开花少见啊，咋养的呀？啊，这里温度高。丁保元申诉了，这个案子我们要重新复查。哎呀，他申诉什么呀？这你就不要打听了。你去把当年那个7个人啊，不有一个丁保元在监狱里呢吗？其他6个人都喊来，我们从头说起。啊。哎，王站长，你让下面人去喊吧。我第一次来，你带我参观一下。好嘞。二宝、老王，你们过来一下。你们去把站里以前的那个老师傅请一下。8年前啊。啊，8年前的。哦，哎，行。哎，陈叔。当时9点交接班完以后，我就跟师傅在值班室下棋，1个晚上都挺正常的。谁知道到了早上以后，就从那儿掉出一具尸体来，我当时可被吓得不轻。从那以后啊，我都不敢值夜班，好久才缓过来。哎！喂，陈叔，老陈把你的墨镜摘了。屋里戴什么墨镜？哎，这
这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装煤机，就一次性啊，把煤装满了以后，它15分钟就会自己喂一次，5个小时都可以不用管它的。那你还说你们领导不管？是领导啊，我们自己弄的。谁弄的？我随便弄的。你呀？啊。就是不识字儿啊，没上几天学，本事大了。王站长。罗姐，你叫我王良吧，别叫我王良，这个门位置变过吗？哦，没有。我看当年的案宗，案发当晚，这屋里屋外的灯都一直亮着。哦，就只要装着煤就亮着灯。哦，那就奇怪了。从这个门到值班室，不到20米的距离，有人背个人进来，你们就没有人发现吗？我当时也觉得奇怪，我是背对着门的，我师傅虽然是正对着，可我们当时的心思全在下棋上呢。他一连输给我3把，都输急眼了。输赢挺大呀。站长，那个王苏跟李苏已经到了，其他人还没过来嘞。你让他们在值班室等着吧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刘师傅来了，都在值班室呢。哦，哎，王良呢？哦，站长，锅炉房呢。咋了，罗姐？这是进煤口吧？哦，是。上面这个呢？哦，这个是配合下面的装置。以前没有吧？啊，是。哎，那个门是干嘛的？哦，这个门平时装卸煤用的。晚上开吗？晚上不开。前面进煤口，塞不进去人，这儿看。这个煤从前面进煤口进去啊，最后都得调到这个后闸房。王良，打开看，看看给罗警官。啊。啊，给我看看。不好意思啊，罗警官，这2个多小时没出了，不好意思。开后闸箱是个技术活。没事吧？这光把人塞到后闸箱里不行啊，得放到那个传送带上，这样尸体才能随着传送带在锅炉里边转。当年我们这个时间估算过，这煤从进煤口进去，调到这个传送带上顺时针转一圈，时间需要1个小时45分钟。要是从后闸房塞进去，那得顺时针1圈，再调到后闸房来，时间超出1倍。那就是3个半小时。当年凶手可能不知道这锅炉炉温不够，3个半小时只能把尸体烧成半截焦炭。哎，刘师傅，来！当年那几个师傅之一刘三成，刘师傅，市局的罗警官。您好。我们这次来啊，是把那个当年那个案子啊，要再查一下。你跟罗警官好好说。说啥呢？你说了那么多遍，8年了，咋又想起这事了？爸，丁宝林在里面申诉了，说人不是他杀的。陈叔他们也是工作嘛，让我们说啥就说啥呗。你们2人不是师徒关系吗？哦，我是师傅带大的，所以师傅跟爸没什么区别，而且师傅还收我做义子了。结案后发生的事儿，这个案宗上没写，刘师傅，好好说呢。那啥，当时我们俩就在值班室下棋，这一夜都没啥事啊。这天蒙亮的时候，就掉下了一个尸首，还把我吓得赶紧就让王良去叫站长。再后来，公安就来了啊。对。王良，你跟我出来一下。
差个李师傅就到齐了。催还催？啊，行。二宝，小罗，叫我干什么？你把王良叫出去啥意思啊？刘三成什么反应？什么反应？你们市局破案子就靠这种雕虫小技啊？你破案就靠扯闲篇儿？哎，王娘，听说你还单着呢，我看干脆找你干爹当老丈人算了。哎，这是他。哎，老姐，你瞧，人还待着呢啊！我看和王良挺般配啊。哎，爸，哎，我听我家小子说，我这有水啊。最近这个奖金高了。大家静一静吧。这位是陈警官，大家以前就认识的。这位是罗警官，来了解一下当年的案子。大家知道啥就说啥。陈叔，你看。我就一个小要求，咱开会的时候，能不能先不要抽烟？好，尊重一下女士。好的，好。罗警官，想问啥问啥。大家平时上班都穿工装吧？对，穿都穿大的灰。对，单位有规定，上班的时候必须穿工服。鞋是统一发的吗？鞋的话，容易坏。穿坏了就穿自己的，但一般也都是劳保鞋。像这种旅游鞋，大家上班会穿吗？穿着看一下。这鞋不便宜。谁穿这个是？爱活谁穿这么好的鞋哦？平时供热站会有外人进来吗？比如家属？偷煤的。对，晚上要防偷煤的。白天的话，偶尔会有人来找人什么的，所以也说不准。行，那大家去队里把8年前的情况说一下。那旅游鞋的照片啥意思？卷宗里不是提到你们当年在锅炉房提取了6组脚印，第6组脚印的鞋底纹只提到了1小节。当时现场破坏比较严重，而且你们那时候技术手段有限。这次案件复查，市局的同事根据当时市面上销售的旅游鞋进行比对，那双旅游鞋的脚印鞋底纹正好和第6组脚印的鞋底纹高度吻合。能确认吗？哦，痕迹太少，鞋码和男女款不能确认。白说。工人们说了，不能穿旅游鞋上班，那就说明当时有外人进入供热站了。老陈，你不觉得这师徒俩当天晚上什么都没发现，很奇怪吗？哪奇怪？从值班室到后门不到20米的距离，灯一直亮着，一个人背着一具尸体，几乎是从他们眼皮子底下过去的，怎么可能没发现？心思都在棋盘上，两个人不抬头，有可能看不见。锅炉声轰隆隆的，有点声音，有可能听不见。那个背尸体的人呢？明明知道屋子里坐着2个人，还敢这么大胆地往里背，那只有一个解释，就是他知道，即使被发现了，也不害怕。所以我觉得，他们是师徒联手。跟你说过了，这师徒要是联手，尸体从炉子里出来了，马上就塞回去了，还去找丁宝元报告。那他为什么不怕暴露？不得不冒险吗？反正我觉得很奇怪。这师徒俩肯定跟我们隐瞒了什么。
多多在哪个病房呀？姓什么？落车来的，得白血病那个小孩。哦，307病房，他最近没有治疗，您过去吧。好。燕子说：“这里的春天最美丽。”不对。陈伯伯。嘿，你怎么剃了个小光头啊？啊，凉不凉？一点都不凉，热的。是吗？吃饭了没有啊？没吃什么，我不想吃。这饭不好吃是不是？是。那怎么办？我给你买点吗？对了，陈伯伯，告诉你一个秘密。哟，秘密呢？啥秘密啊？我想生病，不想好。想生病不想好啊？我有病，我妈妈就要我了。哦，这不是多多天天盼着的吗？哟，这花这么好看，谁买的呀？舅舅。舅舅买的。对了，陈伯伯，您知道有一种叫曼陀罗的花吗？不知道。有一种曼陀罗是黑色的，你见过吧？哎呦，没见过，你见过吗？多多，妈妈抱，来抱。你好。哎，我澄江河落车来的民警，来看看多多，带点营养品，养血。谢谢您。啊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多多，拜拜，上班去了，啊。改天再来看你。送一下陈宝宝，坐。哦，多多现在病情怎么样？医生说，没多少日子了。我说小孩的白血病好治吗？骨髓找的怎么样了？没找到合适的供体，我也没配上。孩子爸爸呢？他没爸。我是09年下村认识的多多，好几次见多多站在草原上望着远方。我问他望着谁呢？他说等孩子妈妈接他回去。这治病经济上有问题，我可以让所里照顾大家想想办法。谢谢您。多多，干什么呢？这多脏啊！妈妈，这是羊血，不脏。太姥姥给我做过，很好吃。多多喜欢吃啊，妈妈做给你，啊。口罩戴上。刘局，哎，刘局，小罗啊，哎，找我有事儿啊？啊，跟您聊两句。刘局，为什么当年负责案子的2个人，一个至今躺在病床上，
一个明明请调省城，却下放到了洛车，是不是我们当年在侦破案件的过程中出了什么问题啊？这个案件结案的第2年，葛大杰同志和陈江河同志因公外出，遇上了沙尘暴。很不幸，葛大杰同志的车陷入到了流沙里。那陈江河呢？陈江河本来是能调到省城里去的，但是因为他家里出现一些状况，他个人主动选择了去基层。不是下放啊？不是，陈江河这个人呀，身上的臭毛病确实不少，但是他对工作的态度是认真的，能力也是毋庸置疑的，请你相信他。干啥呢？罗警官给的任务。你叫啥？李锐。这人呢？跟市里下来的警官好好学习呢。哎，这谁？孙彩云。哦。老马，不如你熟，说说刘云云的情况。这案子当年是你办的，你都比我清楚啊。说啥呢？我离开顾鲁7年了，谁清楚啊？也是，刘莹莹当年在省城上大专，回到咱这儿，就在县医院当了护士。找我回来有事儿。有什么话说吧。多多最近不太好，我要赶回去照顾她。王良不能留了。老乡，丁宝元和他老婆会见呢。他老婆孙彩云。是，这样的老婆不多见。怎么不多见？从丁宝元进来第2个月起，每个会见日他都来。怎么又想起提审他呢？丁宝元提出申诉了，这个案子我们要重新自查。和他处了这8年，我觉得是他。您总得有什么依据吧？干我们这一行的，时间长了，谁是罪犯，谁是被冤枉的，不说100%，也8、9不离10。以我对丁宝元的了解，如果事情不是他做的，他不会主动承认。2号窗口就是丁宝元，对面是他老婆孙彩云。那是他们的儿子吧？几岁了？应该7岁。这样的老婆不多见啊。家属的安抚对犯人思想改造工作很有帮助。丁宝元在我们这里是积极改造分子。他平常没事的时候喜欢看书。他看什么书啊？就一本小说。孩子大了，越来越不听话了，学习成绩一直提不上去。老师昨天都把我叫到学校去了，他把同学给打了，把人家脸都给打肿了。你今天必须好好教育教育他啊！壮壮，叫爸爸。你这孩子，叫爸爸。爸。哎，壮壮，为什么打架呀？
他们说我是罪犯的儿子。那你就把人家给打了。妈妈平时怎么跟你说的？叫你好好学习，好好学习，将来做个有知识、有文化的人。知识能改变命运，知道吗？怎么了？孩子大了，开始要脸了，别说他了。行，那你说吧。我跟他说。壮壮，你记着啊，爸爸跟你说，不管谁欺负你了，谁瞧不起你了，该打就打，男子汉不能怂啊。但是呢，得有轻有重，别吃亏就行。学习成绩千万不能落下，记住没？知道了。乖，听你妈妈话啊。这本书就是丁宝元平常看的，《沙尘暴》。名字倒是跟我们这地方沾边儿。作者关桥。这本书是丁宝元托我们管教人员去买来的。他托你们买的？对。他在这儿劳动表现非常好，挣了点工分。突然有一天跟我们提出想买这本书，按规定也不是不可以。我们送进来之前检查过，感觉就是本地摊文学，也没什么特别的。不过这丁宝元也挺有意思，这有个5、6年了吧，天天看这本书，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。5、6年天天看这本书，啥书？关桥写得好吗？热河县的煤采完了，整个县城也像被榨干的煤层，眼看着被掏空，青壮年离开了。谢谢啊。妈妈，我想吃汉堡包。吃什么汉堡？今天没时间了，赶紧回学校上课。我再跟你说一遍啊，以后不能跟同学打架，听到没？动脑子，再打架，长大就抓到这儿来了。哦。上车。里边那味怎么样啊？好吃好喝，挺好的。还是红衣服好看啊？走。